来哟来哟，买罐罐，囡仔以后种种玩。来哟来哟，买家家，囡仔赶紧做老爸。来哟来哟，买树山，囡仔紧做官。天顶的白云，袂当去看阮囡仔的时阵。天顶的白云，无比着阮。只是要寻找一处适合翱翔的天空，就这么单纯的期盼，对生存在台湾的老鹰来说，却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遥远的梦。风吹何处风吹，风吹何处风吹。在台湾，大部分的人会把所有的猛禽都叫做老鹰。台湾有超过30种的鹰和隼，大部分都栖息在远离人群的自然环境当中。不过，却有一种距离人类最近，它就是真正的老鹰，闽南语叫做来休。生物学家则命名为黑鸢。它们的身影几乎遍布全世界，不管是沙漠中的绿洲、临近海洋的港都，或是依山傍水的城镇、农村，甚至是现代化的都市。它们栖息的地方通常都不会离开人群太远。和大部分的猛禽一样，黑鸢也会捕捉活的猎物，像小动物、昆虫或者鱼类。但其实它们比较喜欢腐烂的肉，人类的厨余、残羹剩菜、浮在水面的死鱼，或者是那些衰弱生病的小动物以及动物的尸体。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黑鸢可以说是一个大自然的清道夫。它们喜欢一边飞行一边进食。这是黑鸢独特的功夫。150年前，曾经调查并记载台湾生物的英国博物学家施文豪，把黑鸢登入台湾的鸟类目录当中。然而，曾经在台湾相当普遍的黑鸢，在1980年代之后，数量却快速下降。1991年，根据中华鸟会的调查，全台湾只剩下175只。这个数字仿佛告诉我们说，台湾的黑鸢已经濒临灭绝。为了了解黑鸢消失的原因，有一位生物老师从1991年开始，20年间走遍台湾各地，并且曾经为台湾的老鹰立传。他就是被称为老鹰先生的沈振中。
1991年，从小住基隆的我，第一次与黑鸢在这里相遇。这个时候的我对黑鸢其实认识不多，但是接下来我的生命却闯进了黑鸢的世界里。由于受到曾古德以野外观察来认识黑猩猩行为的启发，在学校，沈正中改变了用解剖来认识生物的传统教学方式。他会带着学生离开教室，到野外实际去做自然观察。他也曾经立下誓言，宣誓他是土地国的一份子。我宣布我自己为土地国的一个国民，将永不停止地尊重土地国中的其他分子，如土壤、水源及各种动植物。自然环境并不属于我们人类，我要学习与生物分享整个土地，因为我的智慧与能力比土地国其他分子特殊，所以我在使用或改变自然资源环境时，有责任更有义务要考虑到整个生物群聚的福利。教学之余，他常到野外观察鸟类。基隆是台湾唯一目前有机会见到成群黑鸢飞翔的城市。住在这里的沈正中，于是便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它们。1992年，沈正中在野外发现黑鸢筑巢。而在这之前，台湾都还没有这样的观察记录。于是，他在山坡上简单搭了一个观察的小屋，准备投入对黑鸢繁殖行为的长期观察。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之后的观察过程中，他曾经亲眼看到猎人把捕兽夹放到黑鸢的窝巢里。有一只被他取名叫做白斑的母鸟，因此惨死在捕兽夹之下。在沈正中的笔记里，他痛心地写道：公鸟回来之后，在母鸟旁边不停又冲又叫，狂飞22圈，并且发出类似人类的哀嚎。之后，沈正中只好和朋友把刺铁丝缠在窝巢所在的树干上，以防止猎人靠近，因为他不想看到类似的悲剧再度在他眼前发生。我在台湾北海岸找到一处黑鸢栖息地。1993年，基隆万木山计划进行风景区开发案，这有可能会导致这群黑鸢丧失栖地。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不断奔走，四处陈情。最后，在舆论的支持下，这个会影响黑鸢栖地的开发案宣告了暂停。然而，在这好消息的背后，却发生了令我措手不及的事。一条滨海道路已经悄悄地开挖到黑鸢栖息的山林，从此黑鸢消失了。这让我深深感到希望的破灭。但是，就在这一段充满失落和煎熬的过程里，上天似乎给了沈正中另外一丝希望。一只被我命名为破洞的黑鸢小姐，产下了2颗蛋。若是这2颗蛋能够孵育成功，它将成为2年来我唯一观察到繁殖成功的案例。在一连串受挫过程中，这是我最为期盼看到的。
可是就在孵蛋将近1个月的时候，我却多日未再看到破洞它们回巢。我担心之余，向政府机关报备后，取下巢中的蛋，试着了解它们的状况。我在蛋壳上剪开了一个洞，看着已长出龙羽的雏鸟随着蛋白滑出，它们身上所有的血管仍然是鲜红的。面对亲鸟不明原因的离去，雏鸟没有出生的机会，沈振中万分不舍。看着永远不再醒来的小生命，让他整个人似乎到了一种忍耐的极限。他在心中呐喊着：“你们飞啊，你们叫啊，飞啊，飞起来啊！”短短2年中，他历经了母鸟被捕作假死、黑鸢族群的消失和青鸟弃巢。沈振中问自己，相较于台湾仅存的100多只黑鸢的生存处境，身为台湾2300万人口之一的他，又有什么特别呢？也许是这样深沉的自我质疑的触动吧。最后，沈振中决心投身在黑鸢守护的工作上。1993年，沈振中更和一群基隆在地关怀鸟类的朋友成立了基隆鸟会，一起推动黑鸢的保育工作。随后，他更毅然地辞去了10几年来的教职，潜心寻找并且记录黑鸢。同样在天空翱翔的猛禽，其实种类很多，各有各的习性和喜好的食物，而生物学家也帮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一般人要辨识猛禽的种类，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松雀鹰跟凤头苍鹰，就连有赏鸟经验的人也不一定分得清楚。它们的身上有着跟树干一样的纹路，是很好的保护色，所以它们擅长在树林里面埋伏。这是台湾最大的猛禽林雕，翅膀张开的长度达到180公分。然而，这样的大家伙却擅长穿梭在浓密的森林里面搜索猎物，松鼠、飞鼠是它的最爱。大冠鸠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的另外一个绰号叫做蛇雕。自然界中一物克一物，比如虎头蜂恶名昭彰，偶尔我们甚至还会听到它叮死人的新闻，但是蜂鹰却可以毫不畏惧地直捣蜂巢。猛禽的视力比人类锐利8倍，它们各有不同的觅食方式。
这只红隼正在空中展现它特有的定点觅食。它顶着风，身体随风飘动，但头却一动也不动。它专心地注视着草地上的动静，在10几公尺高的空中，地面上即便只有几公分大小的猎物，都难逃它敏锐的眼睛。位于食物链上层的猛禽，其实生存并不容易。它们不仅得面对人为的威胁，甚至还必须度过不可预测的天然灾害。这片台湾北部的山林中，有很多琉球松因为松材线虫而枯死。沈振中在外木山发现的3个黑烟的巢，都是以琉球松为巢树。结果，这些巢树最后无一幸免。一直以来，沈振中并不轻易地对外透露巢树的位置。不过，外木山的黑鸢失踪之后，他和基隆鸟会举办了拜访老鹰的家的活动。他们带领鸟友认识黑鸢的繁殖栖地，最后，并且在当初死于捕兽夹的母鸟白斑的巢树下朗读追钓文。在黄昏在那边聚集。那一天的追钓文是这样写的：我是在说一个故事吗？不久之前，这里还有你们未来的梦啊！梦想着小老鹰翅膀长硬之后，可以翱翔飞向海洋上的天空。而黄昏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情人湖上聚集，安静的休息，等待曙光出现之后，另一次自在的飞行。可是，猎人来了，怪兽来了，一切人们不确知能不能开发的开发都来了。然后没有小老鹰，没有黄昏家族的团圆，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死了，你们走了。琉球松哭红了眼睛，而渔村的海水却也都慢慢变了颜色。在台湾，基隆港几乎可以和黑鸢画上等号。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可以认识黑鸢，鸟会每年都会在港边举办老鹰季的活动。在这个时候，基隆鸟会的成员们总是尽心尽力地跟每一位路过的民众解说这点触边他们的生态、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努力终于感染了市民，使大家对黑鸢更加关怀。之后，在基隆鸟会大力推动之下，更成功地让黑鸢被市民票选为基隆市的市鸟。也许是这一连串的努力，让沈振中跟鸟会的用心逐渐被人们所熟悉。于是，许多热心的民众会主动把台湾各地有关黑鸢的信息传给鸟会，传给沈老师。比如，有人曾经在曾文水库附近看过近100只的黑鸢，或者1990年代在高雄茂林曾经有20到30只黑鸢聚集的信息等等。在得到来自各地的讯息之后，1996年开始，沈振中调查黑鸢的范围慢慢就扩及到全台湾。从北到南，他骑着一辆老旧的机车，背着望远镜跟三脚架，一再出发前往遥远的调查地点。台湾南部曾文水库跟山地门有2个比较大的黑鸢族群。
在黑鸢繁殖期间，我会租船绕行正温水库的每一个角落，找寻黑鸢繁殖的林区。从1996到2010年，这里的黑鸢数量一直保持大约50只。台湾最南端，屏东雾台乡有着壮丽的山景，而这里也分布着台湾最大的黑鸢族群。三地门旁边的爱寮溪是黑鸢经常巡弋觅食的地方。不过，假日的时候，这里也是人们郊游烤肉的热门景点。当人们开始开心的生火烤肉的时候，栖息在这里的黑鸢受到干扰，它们只好飞离人群，停在不远的树上观望，或者进行日光浴。后来假期终于结束了，人群走了，不过地面到处留下了焦黑的痕迹，而且更留下无数的垃圾。第二天清晨，他们会飞到这个没有招牌的餐厅来。几只黑鸢就像人们一样，围绕着火堆痕迹，捡拾人们遗落的各种食物残屑。或许人们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口味的太重了一点，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会到河边喝上几口水。黑鸢就像风筝一样，擅长在空中飘飞。它们很喜欢玩，无论是单独一只，或是许多只在一起，它们总会像孩子一般，一起玩耍，相互追逐。片、塑胶袋、树枝等等这些东西，是最常被黑鸢捡来玩的玩具。
而这些在空中让它们又丢又抓的玩具，却同时也是它们筑巢的材料。春天是台湾黑鸢的繁殖季节。在黑鸢的巢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类的日用品。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有内衣裤、胸罩、尼龙绳、手套、塑胶袋等等，无所不有。通常黑鸢一个巢会生1个到2个蛋，偶尔会生3个，而雌鸟、雄鸟会轮流照顾。出生的小鸟要长大，总是要经过层层的考验。这一巢的幼鸟才孵出1个多星期，很不幸，却碰到连日的大风大雨。在风雨稍微停歇的时候，负责保护幼鸟的青鸟，不知道为什么却中途离去。不久之后，更大的风雨来到的时候，却没看到青鸟回巢。2只雏鸟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只能任由狂风大雨摧残。这2只雏鸟终究抵抗不了风雨的无情，最后双双死亡。比较起来，这个巢就幸运多了。这2只大约3星期大的雏鸟，刚孵化的时候，身上的绒毛是灰色的，这跟大部分猛禽的雏鸟身上白色的绒毛很不一样。这只比较大的雏鸟，刚刚凶狠地驱赶比它体型小的雏鸟，不让它有被喂食的机会。这是猛禽常有的竞争行为。食物量不足的时候，这样的行为自然提高其中1只的存活率。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体型较小的雏鸟才有机会生存下来。繁殖期间，青鸟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不但要为雏鸟到处寻找食物，还要防御天敌的侵扰。就像这只大冠鸠，它闯进了黑鸢繁殖的领域。黑鸢虽然体型比较小，
但为了保护雏鸟，它依然奋不顾身地拼命驱赶。雏鸟大约要将近50天才能离巢。这个巢很幸运，2只雏鸟都生存下来了。因为个头比较大的雏鸟已经离巢了，所以亲鸟就得分头照顾。一只照顾巢外的，另外一只亲鸟则带着食物在巢的上空盘旋，企图引诱巢中的幼鸟赶快离巢。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1994年，我在研究黑鸢的初期，想要知道幼鸟离巢后的行为，因此与鸟会的系放人员尝试对黑鸢进行系放。除了一般的测量，比如测量各部位的大小和套上脚环之外，沈振中也试着在幼鸟身上涂上染剂，来增加在野外被观察的机会。3个月后，这一只被染色的幼鸟，羽毛上的染料几乎都已经全部褪去，而它也已经离开繁殖区，加入20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族群。除了繁殖季之外，秋冬季节黑鸢有群聚的现象。它们总是在黄昏的时候，陆续从不同方向回到共同的夜栖地。有时候它们会在树上等待，有时候在空中不断地盘旋飞行，越来越多。沈振中则利用这样的时候进行点名的工作。当一只只黑鸢列队飞过时，我可以清楚地数到它们的数量，所以我把它称为晚点名。它们会一直这样飞着，一直飞着，直到天黑，然后一起降落到栖息地，迎接黑夜的来临。
基隆鸟会成立之后，陆续接到民众送来需要救治的伤鸟。有一只断了翅膀的黑鸢，沈振中把它叫做宝贝。他细心照顾了宝贝2年多，还经常把它带到野外。一方面借机让民众能够近距离观察黑鸢，而另一方面更希望宝贝能熟悉它原本的环境，同时更设法让它重返曾经翱翔的天空。一只鸟，尤其像猛禽，它事实上在空中飞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滑翔，然后有时候俯冲互相追逐，甚至在空中抓昆虫啊、抓子啊。长期观察老鹰的沈振中决定要让宝贝坐上飞行伞，再次体会飞的感觉。刚好遇见一个台北那个飞行伞协会的，他们刚好在制作飞行伞，然后就跟他提这个构想，然后就他们如果一口就答应，然后一开始要替他做那个吊带，可是后来发现他对吊带有点排斥，所以我们现在尝试先用笼子装着，把它吊上去试看看。上车，来跑！腾空以后，小老鹰迎着风，张开仅剩的一只翅膀，平衡身体。飞翔这件事似乎是遥远的记忆，不过这一趟奇妙的旅程又唤起了它的本能。人类的无情对待，往往让大自然中的鸟儿伤残折翼。这些人却用无比的爱心为鸟儿装上一对无形的翅膀。民视新闻雷光涵、王志仁、沈培志台北报道。多年努力保护黑鸢的行动，渐渐受到重视。我曾经出席一个观光开发案的会议，在我提出黑鸢生存状况报告后，现场某位议员脱口就说：“老鹰啊，外国真多啦。”瑞芳活动那边。然后现在已经聚集到两边加起来共42只。所以它基本上来讲，1997年在鸟类研讨会上，我同样做了黑鸢生存现况报告。在场人士对黑鸢在台湾的处境也相当不解，纷纷表示国外黑鸢到处都是。这让我深思着，台湾黑鸢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些疑问都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该到国外去看看？1997年，沈振中对黑鸢许下20年的关怀计划，同时，他也把目睹3对黑鸢夫妻的故事出版成书。在这几本书里头，记载的就是台湾都市化过程中那一段人跟老鹰之争的历史故事。一直以来，沈振中都过着简朴自然的生活。他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除了天花板的电灯、桌上的电话，还有人家赠送的老旧电脑之外，没有其他电器用品或者家具。但是他始终仔细收藏着多年来他记下的老鹰观察的笔记，就是这些老鹰的故事，启发年轻一辈的研究者接棒守护黑鸢。就我高2的时候参加生物研究社，然后那时候是很爱赏鸟，然后什么鸟的书都会看。然后有一次在金石堂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沈大哥他的一本书，就是老鹰的故事。
然后我在金石堂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其实是描述黑鸢的爱情故事。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其实当场就哭了，因为会觉得就是它的结尾是悲剧，然后其实还蛮可怜的一本书。那我会觉得老鹰它好好的活在野外，它怎么会死？40大岁，你为什么突然发愿要做20年？我来画堂，因为看到在万物山看到太多悲惨的黑鸢的下场。那一年内就看到他们在那边繁殖筑巢3对，然后接着又看到那个落难的、被狗追的，还有被兽夹夹死的，然后后来又栖地开发破坏搬家的，整个族群19只都搬家了。19只都搬家了。对，因为真的开了一条路啊，西滨快速道路。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奇怪，为什么才一年内就看到那么多他们不是很好的结果？所以可能想说，是他们要我替他们做记录，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辞职啊。而且那时候要想说，如果只是做1、2年，可能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想说要做个20年。那为什么是20年呢？因为我们一般照顾一个孩子，要照顾他独立长大，大学毕业自己去工作，大概也要20年吧。然后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黑猩猩20年》哦。沈振中对黑鸢的关怀，不只影响了台湾年轻的一辈，甚至也启发了香港一些爱鸟人士。颜色不同吗？2001年，香港市民许思勇在他住家附近的山丘上，无意间发现黑鸢的巢。为了想要认识那些大鸟，他在网络上找到了沈振中调查黑鸢的故事。之后，他甚至决定快海来台，直接向沈振中取经。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观鸟的经验，因为当时沈振中老师已经开始了在台湾的黑鸢保育工作，我主动的联络他，网上他有很多资料分享了，我都看，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还有香港有些经验的牛友说，香港到台湾不远啊，你买飞机票过去学啦，也好啊。然后我的先生也支持，就约一个时间就过去打。跟陈老师在数黑鸢，我好像在关心。他说一只、2只就，然后呢，旁边有一棵倒下来的木瓜树，我看木瓜树上面好多苍蝇啊，然后我觉得树苍蝇还比较大。他发愿20年，我跟自己说，我发愿10年吧。许思勇来台观摩的行动，燃起了多年前沈振中想到国外探访黑鸢的念头。2个月之后，在基隆鸟会的经费支持下，沈振中开始了国外探访黑鸢的行程。而沈振中所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香港。香港人称黑鸢为麻鹰。这里是个地狭人稠的现代化都会区，城市濒临海边。香港的环境跟台湾的基隆有一点像，只是建筑物更高、更为拥挤。香港的面积只有台湾的1/34，但是黑鸢的数量却比全台湾还多出3倍以上。白天他们在海上觅食，傍晚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这个香港最昂贵的别墅住宅区里。好了，就以你的这样算好。
看着从四面八方飞来这山谷聚集准备过夜的黑鸢，数量竟然如此庞大，这种成群飞舞的景象让沈振中震撼不已。在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中国广东沿海，沈振中在1000公里的路程中，穿越过无数的河川、水田、湿地，他试图寻找黑鸢的踪影，然而最后却只看到10只小鸟飞过。后来，他走在街上，不经意地看到餐厅的招牌上写着“猫狗2斤送1斤”。沈振中知道，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头了。日本是个先进的国家，但很多地方都维持着古风。2001年11月，沈振中在日本7天的行程里，到过京都、仙台，还有镰仓等等城市。在这些热闹的城市里面，他发现无论河川或者海岸，看起来都很自然，有很多鸟类生活在其中。沈振中说，在那里他感觉到人跟自然的和谐共存。不过有个怪异现象，我发现黑鸢经常停在建筑物上张望，很像在等待什么，不像台湾的黑鸢经常在天空飞翔寻找猎物。后来看到民众把吐司丢给红嘴鸥吃的时候，想起台湾的朋友说，如果有人把食物往下丢，就是喂红嘴鸥的，往上抛就是喂黑鸢的。果不其然，看到有人拿着吐司用力往空中抛时，一下子所有的黑鸢几乎马上起飞，在空中集结，朝那方向飞去。我也跟着尝试去做，体验近距离与野生鸟类接触的感觉。在镰仓，我将民宅旁的一袋厨余拿到海滩上，才一放手，马上就被蜂拥而至的黑鸢、乌鸦抢个精光，连垃圾袋也被黑鸢抓走。在琵琶湖旁的农村，我也看到成群黑鸢在空中玩耍，或停在收购后的稻田里休息。沈振中说，这样的画面让他感叹，因为他想到开发程度超过台湾这么多的日本，竟然还保有台湾早期那个老鹰会飞到地面抓小鸡的时代才有的画面。而台湾这样的景象，在我们不经意间
却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印度德里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马车、人力车、马达三轮车、货车，各种传统跟现代的交通工具，还有行人，在马路上每一天都这么繁忙的穿梭着。2001年年底，我在深夜抵达印度，在旅馆休息几个小时后的清晨，我被黑鸢的叫声惊醒，声音来自旅馆旁的菩提树，而这棵树四周环绕着民宅。果真如台湾猛禽专家所言，不用找，旅馆窗外就有黑鸢，而且还筑巢。接下来几天更让我惊奇连连。当我站在德里的马路上，就可看到黑鸢在交配跟筑巢。在一所大型医院门口，我看到将近200只的黑鸢在树上过夜，人们却没有因为担心卫生问题而赶走它们。德里市区的运动场边，数百只黑鸢集结着，因为这里的人们会将食物抛向空中给它们吃。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发生。一幕幕人与黑鸢之间交错的画面，地面和空中一样拥挤而嘈杂。这让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我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了。在印度，沈振中一样探访了农村，而就跟日本的农村一样，他说总会看到黑鸢在农田休息的画面。这让沈振中仿佛刹那间回到了40-50年前台湾的农村一般。印度是全球人口第2多的国家，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在城市里却看不到有人猎捕野生动物来卖、来吃。台湾在不愁吃穿的年代里，沈振中却亲眼看到猎人竟然将捕兽夹放到黑鸢的巢里去。而反观这个国家，贫穷的人民却还会将食物分享给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野生动物。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郊区山丘上的四眼天神庙，有着当地古老的佛塔。这里也是风景名胜之地，人民带着贡品来到庙宇向佛顶礼。而猴群们就在旁边游戏着，一边等待着可以下手的贡品。佛眼环视着整个加德满都，守护着这个城市。约莫9点钟，吃完早餐的黑鸢陆续飞到这里，准备休息。他们和观光客一样，享受着日光浴，俯瞰着加德满都这片漂亮的大地。
这条穿越城市的河川，在我的眼里是一条肮脏与恶臭的河川，但它却是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心。人们在这朝拜，垃圾也往河里丢。把牛带来这里喝水，帮它们洗澡。猪自在地在此活动着。河边的屠宰场，人们将内脏等不吃的东西丢弃在河边，作为堆肥。这些东西吸引了渡鸦和黑鸢前来。傍晚时分，黑鸢离开四眼天神庙，聚集到一处垃圾场旁边。这是黑鸢等待享用晚餐的时刻。当垃圾场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地面上就像开放的养鸡场一样，成群的黑鸢迫不及待地蜂拥而下，而空中也群鸢满天飞舞。放眼望去，一排排的黑鸢就像是跳跃的音符一般挂在空中。太阳西下，大地归于宁静。沈振中在桥边的一棵树上数到他观察黑鸢10年来所看到的最大数量。一棵树上竟然有384只，而当时全台湾被调查到的黑鸢还不到200只。2002年初，探访海外黑鸢行程结束回国之后，沈振中在笔记簿上留下这样的一段话：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2001年我前往5个国家时所看到的画面。500到700只的黑鸢就在我眼前30公尺处飞舞着，那种景象是我在台湾观察黑鸢的时候无法想象的画面。国外的黑鸢真的是到处都是。台湾黑鸢为什么会消失？经过几千公里的出国探访，沈振中的心中仿佛找到了答案，却又仿佛失去了答案。然而，相隔10多年之后，在2012到2013年之间，年轻一辈的研究者林惠山在屏东黑鸢最大的栖息地，似乎找到了答案。肖医师那边就是通知我们说，屏东县政府那边有民众送过去，有2只黑鸢就是快要死亡，有神经症状、中毒这样。然后因为这一只鸟身上有疫标，然后肖医师觉得应该是我们研究人员释放的，所以就通知我。后来这2只鸟都相继死亡，他们都是在10月的时候被民众捡到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针对这2只就是进行检验，然后唯一不正常的就是DD1，就是用环境毒，然后跟这个加宝福。那它的加宝福的话，这2只都是2.49 ppm， 都是非常高的。那在比照国外的文献是已经达到普通鸟类会致死的这个药物量了，就已经超高了，所以他们是急性，就像是喝农药而死这样子。对，像这一只是刚死亡的红鸠，这个还非常的新鲜。2013年秋天，追寻着前一年黑烟中毒的线索，在农田转作之际，林慧珊来到一处刚发芽的红豆田中。他震惊地发现，农田里大量的鸟类死亡，3000多只的麻雀、红鸠等等，通通暴毙在农田之中。而更令他担忧的是，他也看到许多黑烟飞来捡拾这些死亡的鸟类尸体。我昨天来这边调查了一整天，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吐，非常不舒服。然后揉了眼睛以后，完全就是感觉到一阵刺痛。然后后来就发现整个眼睛都肿起来了，然后一直狂吐的关系，所以我就去挂急诊。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真的是农药中毒。那很多在农忙的时候，很多阿伯他们早上喷完农药之后，下午就必须得去看医生，因为防护措施没有做好。所以我今天是戴了 N95， 戴了手套，然后全副武装，穿了长袖长裤，希望不要在这片毒农田中毒。2次大战后，全世界大量使用杀虫剂 DDT 来消除农业病虫害。然而 ，DDT 残留的毒性也造成了全球无数野生动物跟猛禽的死亡。现在 ，DDT 在台湾虽然已经禁用，可是另外一种毒性强烈的农药加宝福却仍然被广泛的使用着。加宝福这种农药，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禁用了，但是在台湾，粉末状的加宝福虽然被禁止使用，可是颗粒状的加宝福却还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农药。台湾人所熟悉的黑烟，究竟为什么在土地上消失呢？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料显示，台湾每1公顷农地使用的农药剂量高居世界第1位，而且是全球平均值的5倍。很不幸的，这一年仍然有2只黑鸢因为中毒而被民众发现。好，好。幸运的是，有一只被救活了。这一只被取名叫做小丁玲的黑鸢，即将重返它久违的天空。这是一个属于老鹰的山谷。小丁玲表现的完全是一只黑鸢应该有的飞行技术。你觉得很感动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放过那么多次，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没有看过，就是通常动物一出去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会先惊慌，然后找地方躲。因为我看到小叮当、小叮铃是一出去之后，就展现黑鸢应该有的行为跟那种气魄。小丁玲回到他熟悉的天空了，可是这一只却难逃死亡的命运。经过检测，发现他中毒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农药，而是吃了老鼠药。台湾农政单位每年免费发放给农民数百公吨的老鼠药，在没有追踪成效之下，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野生动物。
林惠山所属的研究室继续追踪老鼠药的使用情形。现在桌上的这些老鼠药是我们从屏东这附近的农药行买来的。那可以看到，就是老鼠药的品牌其实非常多种。这个是政府补助供农地使用的老鼠药，它是福灭鼠。然后根据我们访问凤梨田农民的结果，发现他们最喜欢用的其实是这一种。他就说他1分地大概就要放300小包左右。那就是放的方法就是看田里面的老鼠洞，有老鼠洞，他就在洞口放几包，这样。那么农药跟老鼠药会不会就是让黑鸢数量减少的元凶之一呢？高中的时候被沈振中的书籍所感动的少女林惠山，15年后接下了台湾老鹰先生未完成的使命。从2011年开始，她跟随沈振中学习野外观察。当一个人他研究一个物种、观察一个物种20年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他野外的实战经验。这个是你在研究室里头低头埋头看书所无法获得的事情。你唯有真的走出野外，你才能够有获得。如果我能够由他带领着我的话，其实我在野外的观察上面，其实顺利非常非常多。2012年，沈振中完成了他的黑鸢20年计划，也在这一年，他没有退休金的退休了。但是沈振中老师守护黑鸢的精神，已经有年轻的一辈接班传承，而且影响力正在扩散。我们去年在这里捡到非常多的死鸟，后来就跟地主沟通，然后地主后来也愿意，就是多播一些种子给鸟吃，不毒鸟，然后在收成的时候不洒落叶剂，尝试做一个友善红豆。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比较轻松了，比较轻松啊。林惠山四处拜访农户，推广友善老鹰的种植观念。2014年，那一片曾经发现大批死鸟的农地主人，在各方关注下，开始尝试不毒鸟，也不使用落叶剂来采收红豆。多样的生物也重新回到这片大地上。之前来这边呢，在这边就是捡死鸟，然后今天来这里捡豆子，就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而且我看到就是在收成的时候，后面有一些人在捡红豆，就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些东西。对，有很多麻雀跟燕子，然后你看这边很多文白蝶啊，其实文白蝶还蛮多的。像之前毒鸟毒很凶的时候，其实这边是一只鸟你都见不到的，其他的鸟是完全见不到的，所以整个生态相是差别非常非常大。老鹰就像是穿梭在农村跟森林之间的大使，它传递着台湾多年农业种植习惯的警讯。我们跟老鹰其实生活在同一片的土地上，如果不从观念上改变，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再也听不见虫鸣鸟叫，再也见不到鸟类跟农田和谐共存的画面。2014年，在林惠山的主持下，台湾猛禽研究会在秋冬两季重新恢复了全台湾黑鸢的黄昏聚集调查。许多志工分别在南部跟北部一起参与，延续了沈振中持续了已经20年的工作。当然，沈振中也是其中的一个志工。
已经60岁的他，到现在还是经常一个人翻山越岭，在北部观察老鹰，付出心力。他说，过去20年来，他的背后始终有来自民间的力量支持着他。如今，他当然需要支持所有人。对沈振中来说，守护黑鸢20年，或许就如同别人养育子女一般的心情。不同的是，他这份无私的付出，为的只是关怀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另一种生命。他的名字叫做黑鸢。靠天公食饭，天顶的白云，你点点敏感带的安稳。天顶的白云，我是你的子孙。我是你的子孙。